哒啦哒啦哒。大家好，欢迎收看熊哥地图炮，让大家久等了。那么从这一期开始呢，准备跟大家来聊一聊抗美援朝战争。为什么要聊这个课题呢？就是因为早在去年夏天，那么1年前，就有网友跟我提出来，希望我能聊一聊抗美援朝战争。这是一个很值得去做的一个题目。那么我当时是满口答应，然后就拖着没做。那么1年之后，我准备来把这个坑给它填上。那么准备了很长时间也是好长时间没有录视频了，导致我录视频的这个有点生疏了啊，所以这个不足之处还请大家这个多多包涵。那么我们闲话少说，来看大屏幕。好，1950年的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啊。这个仁川登陆呢，是麦克阿瑟这个军事史上这个神奇的一笔。在仁川登陆这一下子呢，他就大家看到这个图上啊，他就离这个汉城，离这个水源就很近了啊，并且呢，在这条线呢，直接就切断了朝鲜人民军的这个后勤补给线，把这个朝鲜人民军呢前后夹击。所以那个朝鲜人民军赶快就要后退吧，后退。那么他们到了水源这个地方，跑得也挺快啊，双方跑得都挺快。到了水源这个地方呢，他们就在这个水源这个地方呢，对朝鲜人民军进行了一个大包围。朝鲜人民军溃不成军，最后呢，他没办法了，就只好就是分散突围，从这个山里面丛林当中，就一路就是到那种农舍里面去讨口饭吃啊，就这样返回北方。麦克阿瑟只一战封神，所以他这个就飘了。他封了神以后呢，他做的任何决定，没有任何人敢对他这个提出不同的意见。所以他要打汉城。打汉城这个事情呢，其实是有一点贻误战机的，就是他不一定非要打汉城，他还是尽量的追击这个朝鲜人民军嘛。他要打汉城。所以从9月15号到拿下汉城9月28号13天，用美国这个报纸的这个话来讲呢，就是8万人的美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这个掩护之下爬行了13天所以实在是太慢了啊。麦克阿瑟呢现在又要搞一个绝妙一击。怎么个绝妙一击法呢？绝妙法呢，他的这个美军的陆战1师和美军的这个第7步兵师2个师，在这个水源打完仗以后呢，他从仁川这个地方重新登船，然后绕过这个朝鲜半岛，绕一大圈，从下面绕啊，就是这个地方还有线的，从这个航线这个绕过来，转一大圈到对面，到这个岛的对面。到这个地方元山这个地方登陆，他搞这么一大圈，他把这个叫做绝妙一击。他怎么想的呢？西线的第8集团军和东线的两边从两头进攻，然后在平壤和元山这条线的中间呢就会师拉一条横线，这样的齐头并进往北。他是想的挺好的。但是从这个云山到仁川这条线呢，其实只有180公里180-90公里吧。他要绕一大圈，他不走这个陆地但其实这个朝鲜人民军已经是溃败了嘛，他真的要走这条线呢，其实问题也不是很大啊。但是麦克阿瑟现在已经封神了啊，没有人敢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结果他这个很尴尬啊，这个仁川这个地方的船不够，所以他只有美军的陆战1师登船了，从这个地方登船绕过去。然后呢，他的美军的第7师步兵第7师呢，在水源这个地方打完仗以后怎么办呢？去釜山登船，再坐船到元山登陆。哎呀，这个实在是太搞笑了啊，太搞笑了。那么就因为这件事情呢，他就浪费了很多时间嘛。那么到了这个元山的这个港口外面呢，发现不对了，这个元山的这个港口呢布满了水雷。那怎么办呢？排雷花了大概2个礼拜，死了200多个人，损失了10几条这个排雷线，最后才登上去。等他登上去已经浪费了
17天，在这个17天啊，他就眼睁睁的看着第8集团军在这个地方势如破竹，一路打到平壤。美国的陆战医师是这个最佳群众演员群众演员在这个地方看戏来的。等到他赶到元山这个地方，人家首都师这个就是南朝鲜的李承晚的部队伪一军伪三师和伪首都师这2个师在这待了已经10几天了，等了他好久了。所以他就上岸吧这个就是麦克阿瑟的这个绝妙一击。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平壤已经是被纯城包围，那么美军就是在攻打平壤了。平壤陷落，你就是1天2天的事情了是志愿军的先头部队呢，是在16号那天入朝的我们等会儿来说一下那么到了19号那天先看这个南边，19号那一天呢，美军的这个西路军这已经是占领了平壤了那么东路军呢，他们也在这个咸兴这个地方会师了向吴老里这个地方进攻下一步就是黄草岭再下一步就是长津，就是这个地方。那么它的西线呢，看一下美军西线的这个部队大概是哪些就是美军的第一军包括2个师，一个是骑兵1师，一个是24师，2个师。那么伪军呢是伪1师，伪1师是他的这个直辖的，然后这个伪2军下辖3个师，就是6、7、8，伪6、伪7、伪83个师，这就加起来有6个师了吧。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英军的27旅再加一个团187空降团。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他的陆战医师他这个海上漂了好长时间，在元山和平壤这一条线就是会师的这个目的他没有达成，所以麦克阿瑟呢，他就是干脆就不等了，兵分2路，分兵冒进。左边的这个南朝鲜的这个伪2军也这个突得非常的快已经到了这个快要到德川这个地方了，已经远远的这个跑到平壤的后面来了。这里面看一下他为什么这2条线呢？他准备的路线呢，就是2路夹击打到江界这个地方。江界这个地方是什么情况呢？江界是这个金日成的临时首都。为什么定在江界这个地方呢？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地形因为它的这个西海岸呢容易被登陆，所以他如果想要定到新义州定到朔州这个地方人家一登陆马上就可以打过来所以他还是要往这里面躲一躲。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地形它是一个高原，这个地方是一个高原，在这个高原地区呢，美军的这个机械化部队推进的没那么快，它不像在这个平原在平壤这个这条线它跑得非常的快，从开城沙里院到平壤这一路快得很，所以呢定都江界临时首都。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金日成当年这个反抗这个日本殖民者、日本侵略者，他的大本营也在江界，所以他就是在江界这个地方起家的，这个地方是他的根据地，打日本人的根据地，所以他这个还是很自然的就定到这个江界。这个江界在朝鲜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就是咱们的这个陕北延安了所以就定这个江界这个地方。另外江界这个地方呢，它离中朝边境也很近这个马上就到了满浦，马上就可以过江。这个就是金日成的情况，所以呢，就是美军他就分兵2路了。分兵2路呢，他就露出破绽来了好，现在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志愿军的情况。志愿军呢是早在金日成这个势如破竹，一路向南打得顺风顺水的时候呢，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就已经未雨绸缪了。就在东北边境把这个13兵团作为东北边防军，就放在这个地方，以防万一而且我们早就判断出了这个美军要从仁川登陆很有可能要从仁川登陆的。仁川一登陆，后果不堪设想。但是这个朝鲜人民军这个没有做出足够的这个反应。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志愿军志愿军这里在这个吉安这个地方吉安现在叫吉安，这个改过名字了，原来的那个吉不是这个吉反正就是吉安吧。对面就是朝鲜的满浦跨过江就是
这个地方大家看到这个江面也很窄啊，在10月16号那天，42军3个师，有124、125、1263个师就跨过鸭绿江了，提前入曹。他为什么要提前入曹呢？因为判断出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入曹的速度没这么快，会发生拥堵，所以一定要散开。38军也3个师啊，另外还配给他们这个每个军一个炮兵师。是总的来讲呢，他们一个军呢，就是步兵是3个师，炮兵1个师，加起来是4个师。这个是东边啊，西边的话就是在这个安东新义州，安东就是现在我们的吉林省这个丹东，那个时候叫安东。安东这个地方呢，就是也是40军3个师，39军呢2个师。39军呢还有一个117师，这个117师呢在长店这个地方，就是长店河口这个是个渡口，长店河口这个地方啊，中间这个河中间还有就是鸭绿江中间还有一个岛啊，在这个地方。那么在这个吉安满浦这个地方呢，先渡河的这个42军呢，在这个河里面啊，提前已经在这个地方就修了几座水下的这个桥。美军的飞机在上面这个侦察呢，根本看不到。志愿军这个编了一个顺口溜：敌机天空盘旋，只见碧波荡漾。然后他们入曹的时间呢，都是晚上趁着夜色也没有美军飞机侦察，然后直接从这个江面上就过去了。但是志愿军大部队这个入曹的情况是这样的啊，这边的这个新义州这边呢是40军3个师啊，按照120、119和118这个顺序最后是这个炮兵师这个顺序过去，然后紧随其后呢是39军的115、116师啊，117是从长店河口这个过去。这个安东和新义州之间啊是有桥的就是鸭绿江大桥，2座大铁桥。这2座大铁桥呢是日本人建的。日本人当时打完这个就是甲午战争之后呢，就是吞并了这个朝鲜。吞并了朝鲜了以后呢，他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嘛，他要造桥，方便他好这个打过来，部队过来，所以就在这个地方造桥。当时这个清政府还不答应就是用各种手段吧，反正用各种手段逼着你清政府被迫答应，让他在这个地方造桥，好方便他进一步侵略中国。造了2座大铁桥。大家看到这个目前的这个地图上的情况呢，就是这边一半是没有的，就是当时被美军炸掉的。美军发现这个地方是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呐，所以他过来炸。那这2座桥也挺有意思啊，日本人为了方便侵略中国建的，那他没有想到几十年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就通过这个桥又进入朝鲜抗击侵略者。志愿军呢还有2个军，一个是第66军，当时在天津啊，我们先放在这个地方，就是196、197、198 3个师，是作为这个后备的。还有一个50军是150、149啊，148、149、150 3个师，后备的。那大概是在1周之后都陆续就是入曹了。那么其中50军呢有一个师好像是148师嘛，是从长店这个地方过去的啊，我们后面要说一下。那么志愿军这个入曹的这个过程呢，他们都是这个白天休息，白天扎营，晚上急行军，所以呢整个过程呢美军都没有发现。美军这个派了飞机来侦察的，那始终都没有发现。这个志愿军的这个纪律也很严格，他们这个白天休息，晚上行军的过程当中呢不准有光亮，不允许大声说话，怕被听见。那上面有的那个美军那个飞机飞得特别的低，超低空飞行，所以你这个几万人要同时说话的呢，这个声音也挺嘈杂的啊。然后呢就是有的戴眼镜的，眼镜不许戴，眼镜拿掉，怕这个眼镜有反光，因为这个敌机呢有的时候会扔一下什么照明弹呐，是吧？有探照灯呐，怕有反光。还有的这个士兵呢就是嘴巴里包了金牙的，所以他这个嘴巴也得闭上，怕这个大金牙反光所以整个过程呢就是悄无声息，隐蔽做得非常的好。美军始终没有发现。麦克阿瑟这个对这个志愿军是否入曹呢就做出了误判了。这个42军10月16号入曹的前一天，就是15号那一天他还专门和杜鲁门见了一面，
这个杜鲁门想见他，不是他想见杜鲁门，本来是杜鲁门召见他的。按说呢，他只是一个东亚地区的太上皇，日本的太上皇，人家杜鲁门是美国总统，美国总统要召见你，按说你得到华盛顿去见美国总统。这个杜鲁门也很低调，杜鲁门呢本来呢是考虑呢这个挺远的，约他在夏威夷见面。我们看一下那个地图。那么夏威夷的这个情况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距离啊，麦克阿瑟从东京到夏威夷和杜鲁门从华盛顿到夏威夷距离呢差不多，中间这样比较公平，所以呢就是当时就发电报给他，约他就约会，约他在夏威夷约会，没声音，这个约会消息发过去理都不理，杜鲁门很尴尬，杜鲁门这个总统约见这个总司令还约不到呢，这是啊。后来想想看，可能这个麦克阿瑟嫌远，怎么办？又改个位置，改到了另外一个太平洋上面一个小岛，叫威克岛，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威克岛上，这个威克岛呢也是美军的一个基地了哈，这个上面也有机场啊，现在也有这些基地。那威克岛这个距离就不一样了，看一下这个距离，这个杜鲁门这个飞的就老远了，那么7000多公里。他这个就是飞了两三千公里啊，总之是个好几倍的距离。那么这个方案呢，就发过去以后呢，这个麦克阿瑟这个一口答应，就答应去了所以这个总统要给他面子，两个人就在这个威克岛上面见面。这个杜鲁门这个进行了第二次交锋，这是第二次双方交锋了。他这个第一次交锋呢，那还是10几年前呢，1932年。1932年呢，这个美国有一些这个一战的老兵，因为穷困潦倒，他们请求政府给每个人发$500的这个退伍军人补偿金，要给这个救济，所以他们呢就是集合起来到华盛顿去请愿。当时他们搭了很多这个帐篷他们自己，并且这个以当时总统的名字来命名，叫胡佛村。当时的这个胡佛总统呢，就决心要镇压这个老兵的这场运动，所以呢，他就下令当时的陆军参谋总长麦克阿瑟去驱逐这些人。但是这个麦克阿瑟呢，觉得这些人都是共产主义者所以他就直接下令开枪扔催泪弹，把坦克都开进去造成了2个老兵被打死，40多人受伤。所以麦克阿瑟呢，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个刽子手当时的这个陆军骑兵团巴顿少校也是参与了这场镇压。那么这个事情呢，直接就导致胡佛总统下台了。当时的杜鲁门就是强烈的这个呼吁要给这些老兵发钱的，所以当时呢也是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第一次交锋。那么这个麦克阿瑟坑过好几个总统，胡佛是他坑过的第一个总统就是因为这小子很极端的抗命，直接就是下令开枪，而导致胡佛总统给他背锅了成了这个杀人的刽子手人家就知道这个胡佛是杀人的刽子手。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海外总有那么一些人这个老要纪念什么这个事件那个事件，其实他们就应该纪念一下1932年星期四惨案，证据确凿的10几年后不到20年，他们又在威克岛见面了。在威克岛见面了以后呢，这个麦克阿瑟就拍着胸脯说这个对面共产党中共根本就不敢打过来的你放心好了。而且他这个态度非常的傲慢他见到总统呢，按说他应该向总统行军礼，因为总统才是3军统帅他没有，他就直接就握个手吧是这个杜鲁门也不计较了，这个人家这个战功卓著资历比他深的很多不计较了谈话的时候呢，这个麦克阿瑟呢跟杜鲁门说我这个我能不能抽根烟杜鲁门说我是这个所有美国人当中被喷的烟雾喷的最多的那个人他那个意思就是说呢，虽然我不怎么愿意被喷但是也习惯了，你想喷就喷吧。麦克阿瑟在那个地方洋洋得意看起来呢是大获全胜。那这里要说一下就是对于朝鲜战争这个决策的问题那么我们看到其实朝鲜战争本身呢就是东西方阵营对抗的一个前线。它为什么要对抗呢？就是战后双方的势力范围没有划清楚，这个势力范围
怎么样才能画清楚呢？就相互要亮底线。怎么亮底线呢？就是打一仗，打一仗才知道你的底线能画在什么地方。所以当时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底线在哪里，那就打吧啊！所以，其实朝鲜战争，你说是这个北朝鲜先打呢，还是南朝鲜先打呢？这个还有争议啊，现在还扯不清楚。1年前，李承晚就已经公开的叫嚣他要打过去，他要统一朝鲜。那么金日成也一直在做这个准备，双方都在准备。这个朝鲜战争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了。那么这里面就有个美军的悖论，美军认为是北朝鲜侵略了南朝鲜，它是一个侵略战争，它指责北朝鲜侵略。那么你认为北朝鲜侵略的话，那么其实你已经承认了北朝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你承认北朝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当你在仁川登陆之后，你没有任何的道理去打过3·8线所以美军其实你已经在侵略别人了美军无法自圆其说所以呢就是说本来美军也只是解了他的这个釜山之围，但是呢因为他仁川登陆一路势如破竹，打得非常好，他会停下脚步吗？他会信守承诺吗？不会。他只要打得好，他觉得这个势头不错，他就会对你做出进一步的行动。所以当这个仁川登陆之后，美军势如破竹之后毫不犹豫的，无论是南朝鲜方还是美军，都毫不犹豫的跨过了3·8线，向北进攻。那么朝鲜的这个决策呢，就是好像高晓松以前做节目说是一个误判，双方都误判了美军没有想到中国会出兵，那中国也没有想到美军其实他并不是想打过鸭绿江这个观点这是非常要不得为什么呢？因为双方的底线都没有划定，当底线没有划定的情况之下，对方能做的就一定是得寸进尺。所以后来没过多久美军就已经向鸭绿江这边就已经开枪开炮了。那么美军到了鸭绿江边会不会进一步跨过来，这取决于我们中国的态度。我们中国的态度如果是一开始怂了不管朝鲜了，那么他就知道你的底线你的底线要往后退他会进一步试探你的底线。那么在10月19号那天呢，就是朝鲜人民军那边派了一个这个外交官叫朴一宇，朴一宇过来以后呢，就见了彭总。他见到彭总说：“你们这个什么时候能过来我们那边已经是撑不住了。”彭总说：“今天晚上5点半，4个军，1个军4个师。”所以朴一宇当时听到这个话以后，连忙说：“那就好了，那就好了一边说一边就是泪流满面。所以当天晚上呢，这个朴一宇呢就带着彭总，就直接开着车就过江了，一马当先，大部队还没过去，彭总先过去了。头一天晚上呢，他们先到了那个叫做拉古哨水电站。我们看一下这个拉古哨水电站就是在长甸河口这个附近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这个鸭绿江的江面它比较宽，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拉古哨水库，拉古哨现在叫水丰水库。看一下那个地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图上这个对面就是拉古哨村这个地方就是拉古哨村，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这有一个电站。现在这个鸭绿江上面呢有好几座电站所以这个我估计这个就是当时的拉古哨电厂。所以彭总第一天晚上呢，先在这个地方呢先凑合了一晚。为什么呢？因为头一天呢不知道金日成在哪里，连朴一宇也不知道金日成在哪里，所以先在这个地方待一晚，在这个地方就见到了我们派到朝鲜的这个一个代表柴成文。然后第二天早上9点多钟，金日成派车来接。金日成在哪里呢？在地图上，在这个地方大洞这个朝鲜这个洞不知道是什么样一个行政级别基本上就是一个村，大概是一个村的这个规模，在这个大洞村，在这个村里面，他就派人来接。彭总跟这个柴成文说就是说你有没有剪刀小剪刀有没有？他说这个彭总你怎么突然要小剪刀干什么？彭总一抬胳膊你看我这个袖子，他这个袖子已经磨破了，
都没来得及换新军装。这个袖子上面这个磨破了以后呢，都是那种碎的线。然后他说拿小剪刀把这个袖口修一修，否则的话那个见金日成穿的这个太差了啊，不庄重。哎呀，这个柴成文说，哎呀，这个没有小剪刀，只有这个指甲剪，所以用指甲剪又给他修了半天。拉古哨这个水电站到大洞呢就没多少路了，然后他们就开过去。但是呢，因为彭总过去呢是带了一辆吉普车一辆大卡车。吉普车呢就是坐着他和秘书然后大卡车呢是他的这个通讯官还带着警卫兵一共就这么几个人但是开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前面朝鲜的跑得比较快，他们那个吉普车和大卡车跑得比较慢，彭总就很着急，就换上去了，就坐到小轿车里面去了，后面2辆车后面跟着他们先去见金日成，结果呢走丢了。他们从这个朔州就走错了，走到大管洞，再往南走就往归城方向去了。然后彭总他们呢就到了大洞去先见了这个金日成。就这样呢，就是总司令跟后方失去联系整整2天时间。在大洞这个地方呢，那金日成一见到彭总赶紧就是握手眼泪哗哗。那彭总就跟这个金日成说就你们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啊？金日成说这个情况很不好，大概这个准备怎么打呢？志愿军大概有多少人准备过来怎么打呢？那彭总就介绍一下，我们志愿军呢准备过来4个军，那这里的这个42军准备呢到哪里呢？到吴老里这个地方去阻截美军的陆战一师和伪军的第1军，到这个地方来阻截他。因为他这个地方也是很快就能打到江界38军呢准备到江界这个地方来，然后呢沿着这条线，大家可以看到这条线就是这条从这个安州、驾川、球场、西川一直到江界这条线是非常清晰的一条这个通道。这条通道呢也是朝鲜的一条江，叫做清川江的流向。清川江就是在这个山谷里面。38军从这个地方插过来，然后这边的39军和40军呢，其中这个40军呢要打到这个宁边博川这一带，在这个地方阻截敌人。然后这个39军呢在归城这个地方，然后39军这里面有一个117师，117师从长天河过来以后呢到这个郫县，那这个地方呢就作为我们整个补给线嘛，这个补给线肯定是要保护的嘛，所以以防止敌人从海上打过来，大概是这样一个部署。那么我们准备呢就是在博川宁边球场一直到这个咸兴这条线以南，平壤到元山这条线以北，这个地方作为战场。所以志愿军第一步要先达到这条线。金日成听了这个彭总的介绍呢以后，他说来不及了，你们肯定来不及了，就是敌人现在已经基本上要到那个地方了，你们要奔过去几天是吧？1-2天2-3天。那彭总就说那个朝鲜人民军能不能你们先顶一阵子，你们还有多少部队啊？金日成说顶也顶不了了，那这个我有多少部队这个事情呢我是不告诉别人的。但是我不瞒你彭老总，他们2个交流呢也是没什么障碍，因为金日成原来就是东北抗联的同志，他就是我们的战友，他这个一张嘴就是东北口。他当时有3个师，一个师在宿川这个地方，一个师在博川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师呢在德川和宁边这条线的北面，就这么3个师。另外呢他在长津这个地方，也就是准备阻截陆战一师阻绝这个美第10军和伪1军的，就剩一个工人团和一个坦克团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就这些部队了，就是志愿军如果再晚一点，那这个江界也守不住了。当时的战场情况就到这个程度。所以当时彭老总和金日成见面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地方已经能够听到不远处，就是西川这个地方打仗的声音了，就是朝鲜人民军呢有可能在西川或者球场这个地方呢就陆陆续续还在战斗，这个炮声枪声都能传到大洞这个地方来。这个时候呢彭总和金日成呢就属于2个光杆司令，离前线就基本上就到前线了，所以2个人也很着急他们就站在这个山顶上往北面望，看看这个志愿军什么时候能过来。那这个就一直到了21号的下午，21号的下午呢走错路的那个
通讯大卡车啊，那个吉普车2辆车从归城呢又绕过来，又过来了，到了大洞这个地方。哎呀，彭总一看我们这个通讯兵终于回来了啦，很高兴，赶快发报。那么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志愿军在这个过鸭绿江的时候呢，全部都是这个电磁静默啊，无线电静默，所以都联系不上，所以这个确实很孤独。赶快发报，就终于得到了中央的消息，得到了这个13兵团的消息，那么就决定当时就是连司令部都没有，13军团的这个司令部就直接改编为志愿军的这个司令部，然后他们准备把司令部的位置放在哪里呢？放在大洞北面，这里面也就2-3公里吧，大鱼洞这个位置。为什么要放在这个大鱼洞这个位置呢？因为大鱼洞这个地方呢，原来是一个日本人在那个地方开的金矿，那个金矿大家知道的，这个县城呢都有这些山洞，是天然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藏身之所，所以金日成就建议，你就这个司令部可以放在那个地方，但是彭总呢一时半会还没去啊，整个志愿军都还没有到达前线的时候，总司令就是以身涉险，胆子非常大啊，就光从这件事情就可以讲，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当然对面那个老麦克阿瑟也很勇敢啊，他也到过鸭绿江，他也到鸭绿江这边来视察过，当然是坐飞机来的啊，也没有下来。当然那个飞机也飞得挺高啊，根本不可能被打下来啊。因为他这个飞得很高呢，他其实啥也没看到啊。下头这个志愿军做的这个隐蔽工作也做得很好，他啥也没看到因为他啥也没看到呢，所以他就误判了，得出了错误的结论。那么这个战场的情况呢，就非常的紧急了。那么金日成呢和彭总谈完了以后呢，他就先去了江界，他要去在那个地方再组织人民军。人民军陆陆续续有很多的兵，就是从这个山里面就是撤回来了，所以他要去重新整编。那么就是彭总一个人在大洞这个地方，然后呢就盼着志愿军过来，情况万分危急，敌人已经就在眼前了。几个小时之后，也就是在25号的凌晨，志愿军入朝的第一仗就打响了。那么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好，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次再见。